交时间知己，有网络同好，借摩安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教小记。这一期呢，咱们就聊一聊我新从官方店补款并拿到的这一款 M2 魂的艾比安。辉克，赐予我力量吧！我是希曼。最近呢，胶圈是非多，官方店的事情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。毕竟官方店的等级呢都已经降到3星了，而官方本身所做出的那些骚操作呢，也着实惹怒了广大的胶友们。其实呢，我在补款的时候心情是比较忐忑的。如果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，把低质或者残次品留给国内玩家的话，那么我有很大概率就会收到一个闹心的物件。而毕设本身呢，在国内的售后也是形同虚设的，使得呢我们广大玩家根本没有回天的余地。其实呢，我也考虑过是否不补款了，但最终呢还是没有战胜内心的赌徒心态，补了款。总之吧，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包装以后，总体的结果还不错，没有中奖。唯一的一处呢，就是发现左臂比较松，但并不影响摆大部分的 pose， 因此呢，说中奖也行，说不中奖也行。不过想想啊，现在玩毕设的成品玩具都已经有点开盲盒的意思了，好与不好全靠命，真不愧是把模型宣传成潮玩的公司，我真他妈也是服了。而且重点是我作为 W 的死忠粉呢，不光是在官网预定了这款艾比安，我还预定了之后 M2 魂的那款死神。但是呢，翻过头来看看官方店的成品质量状态，再看看价格低的稀碎的飞翼和这款出货即破发的艾比安，就可想而知之后的死神了。真是跳进坑里爬不出来，以至于我突然觉得我自己是个大冤种。来，同好们，请把冤种2字打在公屏上，我们共勉。虽然心中是不爽的，但是毕竟这款艾比安呢，我还算是比较幸运，没有出现什么问题。整体来看呢，艾比安的暗红色和黑色的配色也给人一种很邪性的感觉，挺帅的。比例方面呢，我们可以拿出我手中之前的 HRM 的飞翼和我们之前评测过的 RG 的 TV 版的飞翼来比较一下，我们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，这款 M2 魂的艾比安呢是介于2个标准比例之间的，也就是说，比例控们就不用想着跟以前的系列做搭配了，老老实实的收集 M2 魂就可以了。整体漆面方面呢，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喷涂的很平整，也没有什么溢漆的地方。面相部分呢也比较正，而且转折面呢也都是比较清晰的。总之，我手上的这一只呢还算是品相不错，不知同好们手上的货物是否也品相完好呢？我们可以在弹幕和讨论区里边说一说大家的感受。在正式把玩和评测之前呢，我们先提醒一下各位同好，这款模型的腿部的尖刺是非常锋利的，同好们在把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然非常容易划伤手指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配件方面，艾比安的配件呢给出的并不算多。当然，艾比安本身的设定也不是那种集各种武器于一身的机体，因此呢，这种配件量其实就已经还原了艾比安所有的设定了。在所有的配件里面呢，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黑色的手型，我开始以为是没有涂装的，一度以为是中奖了，但仔细看过说明书以后才知道，原来这款手型是给之前发售的飞翼用的，好让这2部机体联动，摆出十指相扣的 CP pose。抛开一堆手型呢，我们来看一看艾比安的一个标志性武器，当然呢也是沿用到之后杜鲁吉斯3上的热能鞭。这里呢是给出了2种样式，一种是普通状态或者说是龙尾状态，而另一种呢则是功率全开之后的攻击样式了。热能鞭里面呢采用的是铁丝连接，这样呢就避免了像 MG 杜鲁吉斯3那样卡扣连接容易断裂的设计。然后呢便是这个胸托，就是变龙之后使用的支架。只不过我这个胸托不知道算不算中奖，非常的松，基本上在变龙之后呢，也是把龙形态放在这个上面，完全没有任何卡位能够固定在胸甲上。近战武器呢，就是这把已经不能称之为光束军刀的物件了，应该称之为光束剑才对。其中呢，也给出了光束剑的连接线，一端呢直接插到剑柄的下方，而另一端连接上群甲的输出机构，便可以还原设定中的连接方式了。光束剑的特效件呢是给出了2种，一种是普通状态的光束剑，而另一种就是高功率输出的样式，非常长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宝剑。最后呢就是这2个变形之后的手部替换件了，比较小，在这里呢提醒同好们把玩的时候别弄丢了。可动性这一块呢，我觉得确实没啥可聊的，因为非常非常的常规，所以呢我们还是以快放的形式来水一下视频吧。
好，接下来呢就到了比较重要的变形环节了。我们都知道呢，艾比安这部机器从设定上来看，变形后是一条双头龙。当然，我一直觉得它变形后的状态比较像一条蝠粪。但究其变形过程呢，比飞的一趴变形也强不到哪儿去。我个人觉得呢，也同样是称不上变形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称不上变形的变形过程。首先呢，要把手部的配盾去掉，毕竟这个地方呢是要作为龙尾而存在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把后裙甲从中间分开，并掰向两边，这样呢就可以把裆部的这个双动关节整体向后旋转180度了。只不过我的这款模型的这个双段关节比较紧，掰动的时候呢，确实费了好大劲儿。双腿整体转向前面后，调整一下位置，就可以把脚尖下扣了。然后呢，再把两只龙牙从脚上拉出来，就可以完整把龙头的形态展现出来了。整体的两个龙头调整舒服以后呢，我们再把翅膀调整一下，就可以来装尾巴了。尾巴呢，只需要把热能鞭和盾牌连接，然后插到裆部翻起之后露出的这个位置即可。最后呢，就是龙爪部分。将双手卸下，然后替换上替换件，再把龙爪展开，这整条双头龙的变形也就完成了。只不过呢，由于盾牌的连接件比较小，根本无法支撑整条尾部的重量。因此呢，万代还贴心的给出了一个透明的支架来作为解决方案。你说你有这投机取巧的脑子，好好把这里设计一下不好吗？好，整体的这款 Metal Robot 魂的艾比安我们就聊到这里了。模型呢整体是中规中矩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亮点，同时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。如果让我给出一个评价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价格、这个素质不值，而且还有承担品质中奖的风险。但是如果呢，在未来能降到2级市场非议现在的价格，那就比较香了。至于之后的死神嘛，我又开始觉得我是个冤种了。好，本期的教技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，麻烦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一键3连，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。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技基地评测，我是评测员 D，我们下期再见。